今天大年初二，来吃下光明村的鲜肉月饼。这家店基本大家都吃过，一会儿说味道。鲜肉月饼和豆沙月饼都买了。过年挺奇怪的，居然不用排队，以前都加黄牛微信买的。也可能是我来的比较早，8点多就来了。全都是排卤菜的，月饼一个人都没有。今天排队人很少，以前记得都是3小时起步排队。旁边这个窗口写9点30营业，其实今天8点50多就开始卖了。有吃过鸽子的吗？我只吃过小黄鱼、牛肉、素鸡、熏鱼这些，鸭子类的也比较出名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先不说这个月饼好不好吃，至少是我见过全国唯一现场只做月饼的。一般月饼都是工厂生产的。我记得这些东西以前早上就卖完了，下午来晚点都没肉了，现在不知道生意怎么样。这个鸽子看着品相不错，你们有吃过鸽子的吗？我早上8点多来的，月饼完全不排队。月饼6元一个，我怎么感觉有点贵？看着跟包子用料差不多，制作方法也有点像，只是不放油不大火。这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，应该不是隔夜的吧？它分2个窗口，我也不知道这2个窗口有啥区别，但是排队的总是左边那个窗口。我看做月饼的流程好像也不难，就是速度比较慢，需要每个单独翻面。包子就不是这样做的，包子制作的时候比这个要简单一点，就生煎包比这个要简单一点。先买个豆沙月饼吃一下，一会儿再吃鲜肉月饼。豆沙月饼味道还可以，豆沙不甜腻，月饼饼皮还是香的，除去不甜就是一个普通的豆沙月饼。豆沙月饼是冷的，是提前做的，这个吃不出来现做月饼的特色。他们家为什么排队我知道了，不完全是因为人特别多排队，是因为做的真的特别慢，我大概等着一锅做了大概有40分钟吧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家有点割韭菜的性质，这几年猪肉没涨价反而降价，他们家的包子从3元涨到6元。
我反正还是客观评论，吃到什么味道就说什么味道，不会隔着屏幕乱吹说这个月饼吃着跟普通的不一样。月饼生的时候看着像馒头一样，像它这样在锅里翻一下的做法，就能把月饼做成酥皮，也是有点不可思议。我看网上的资料说，它这个月饼也挺夸张的，一天可以卖5万个，销售额一天有30万，光卖这个月饼。我是没搞懂，6元一个，怎么不做鲜肉馅的？都可以做质感很好的肉了。大师傅来了，快好了，他要拿月饼了。他们家虽然叫鲜肉月饼，但在我的定义里，它应该叫酱肉月饼。就在我看来，如果是腌制过的肉，那不太吃得出来肉的品质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，肉的部位到底是边角料还是好的前腿或者后腿肉。当然也有人可能执念到新鲜肉好部位的肉还要做成酱肉的，可能是个人习惯问题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般选择吃白肉，特别容易吃出来这肉到底有没有猪骚味，这肉的品质到底怎么样，这肉的口感到底好不好。而且鲜肉直接做成肉馅，品质好是直接可以吃出鲜味的。就比如西部生煎第一家的那个店，肉馅就是很新鲜的。还有来来小龙的肉馅也还可以。我说的来来小龙是南京东路那个店，不是静安寺那个店。对，好。来的早不用排队，哦，热的。还是烫的，试试看咱们。皮还可以，这肉不行，酱肉不太好吃，肉已经不是鲜肉了。我总结一下，刚出炉的皮很好吃，确实跟工厂月饼比皮更酥，肉馅确实不行，不是鲜肉。我觉得它这种不太应该叫鲜肉月饼，应该叫酱肉月饼。肉馅我没吃完，皮我吃完了，应该跟红心大包的肉馅是一个道理。